那么再问您一个问题啊，顺着我们刚才聊的这个话题，如果说一个人他怀疑自己可能是肩袖损伤，但是因为我对治疗有顾虑，就选择忍着痛，或者说我自己买点膏药贴贴，用热水袋做热敷，这样保守的处理方式，长期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种做法的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哦。而且这种所谓的保守处理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医学上的保守治疗的目的。这个膏药热敷或许能暂时的这个缓解这个肩膀周围肌肉的这个紧张和一些浅表的炎症吧。让人可能短期内感觉舒服一点。但它无法修复已经撕裂的这个肌肉肌腱组织，如果因此耽误了正规的干预可能会带来几个问题就是症状持续并加重，疼痛和无力感会一直的存在，并且会越来越重，影响你的甚至影响你的生活，比如说做家务、工作，甚至自己的个人护理都会梳头了，搓背了，这些拿东西了都会变得困难。再一个就是损伤会进一步的扩大，小的部分的撕裂可能就在一个这些不当的活动或日常的磨损中，逐渐成为我们所说的这个最级别高的全程那个大撕裂。甚至撕裂了以后，就医学上我们难以处理的一些叫巨大撕裂。这会让就是后续的治疗难度和复杂性大大的增加。最需要警惕的一个并发的损伤就是肩袖是稳定咱们这个肱骨头，就是关节的这个关键。如果肩袖的功能长期的失效了，肱骨头就会活动这个中心上漂移，它没有阻挡了，也没有别的力量来平衡了，就肩膀上面一个叫肩峰的骨头顶部就会发生异常的撞击跟摩擦。这种长期的撞击不仅会进一步的损伤这个肩袖还会导致这个肩关节，就是骨头本身它不是有软骨吗？会发生快速的一个磨损，发生继发性的一个关节炎。我们医学上称这为肩袖关节病。一旦发生了这个阶段，情况会比刚才变得更为复杂。就是康复的难度和所需的这个时间会大大的增加。那您看您聊到这儿我特别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个更贴近生活，大家每天都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咱们预防肩关节问题的发生，或者在我们肩膀受伤之后的恢复期提供一些支持呢？这个问题非常好。饮食确实是维持我们骨骼肌肉这个系统健康的一个基础支撑。虽然它不能直接治疗已经发生的损害比如说撕裂的肌腱不会因为我吃得好自己长回去或者长好，但科学的这个营养膳食摄入对于预防问题的发生和促进这个康复过程的顺利进行是比较重要的，是有用的。我主要是强调这3个方面。就是第一，保证这个充足的优质蛋白的摄入。其实我们的肌腱、肌肉啦、韧带啦，其实成分就是蛋白质。它愈合也需要蛋白质，确保每天摄入这个足量的鱼肉、这个青肉、这个鸡蛋、牛奶、豆制品和瘦肉，就是为这个软组织修复维持这个肌肉力量、这个体积啦，提供最基础的一个建筑材料。这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正处于这个康复期，尤其是康复期的患者，肯定是尤为重要的。遵循这个还是抗炎饮食模式。身体里这个慢性的低度的炎症是许多包括这个肩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土壤。建议还是适当多摄入这种富含奥格玛这种酸的
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三文鱼、鳕鱼等熏，亚麻籽、核桃啦、坚果啦，多吃这种颜色比较五颜六色的蔬菜啦或者水果啦，它们本身就富含各种一种抗氧化剂，同时啊，要有意识的避免这个油炸食品啦、高糖分的这种加工的一些食品，如果甜点啦、饮料啦，还有避免过量的红肉就是一些猪肉啦那些，因为这些食物啊可能促进这个体内的加重这个炎症反应。然后就是要维持这个骨骼，也要维持它的健康啊。这个健壮的强健的一个骨骼，也是整个这个关节系统的一个基石。就是补钙啊，保持足够的这种钙。钙就来源于这个豆制品、奶制品、深绿色的一个蔬菜，还有日常这个补充这个生活补充的日晒的这个维生素 D 啦。摄入蛋黄啦、动脉肝脏，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药品的补充剂的摄入啊。对于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就是预防骨质疏松对这个关节的稳定和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刘医生，您看啊，在刚才您的这段阐述当中呢，您再次强调了营养支持的一个重要性，主要就是食补嘛。那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及时正确的诊断是多么关键。但是呢，如果说消极忍耐或者说错误处理，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连锁恶果。同时呢，呵护关节健康也要从咱们日常饮食这样的生活基础做起。那这时候啊，我们来问到下一个问题哈，有的中老年朋友就提到了说，我朋友们都说肩周炎就是要多甩胳膊拉单杠，我是要该听他们的吗？这块您怎么看呢？这个就不要这个盲目的这种跟从啊，这也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误区之一吧。如果是肩周炎，就是说的动肌腱，急性期的暴力拉伸，会加重这个关节囊的这个炎症，甚至导致这个粘连更严重，甚至应该是在这个无痛的这个范围内做这种温和了、持久的拉伸，比如说钟摆运动，不要做画圈运动啊。如果是个肩袖损伤呢，拉单杠、甩胳膊，相当于就是在已经磨损的绳子上再用力拉扯，这个就会有可能会直接导致本来一个小的撕裂，就会造成一个全程的撕裂。正确的方法就是先明确诊断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再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还是遵循那个原则，无痛原则。疼痛就是你身体发出了一个停止信号啊，不要盲目的跟从啊。那接下来再问到您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哈，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看我平时也贴了各种膏药，我也经常热敷，我当时是感觉舒服点了，但是呢一直没彻底好，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呀？你要遇到这个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情况了。就是膏药热敷，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啊。主要是一些短期的缓解一下肌肉这个紧张和一些浅表的一个炎症。它深部的一些撕裂的肌腱或者关节内的这个粘连是无法修复的。如果你尝试了2到3周或者4周，说明问题就不在表面而在深层结构。所以建议就是到医院，医院会通过这个手法检查或一些超声的检查或者核磁，也可能会需要一些物理性的治疗，或者康复师训练最好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如果拖延成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治疗成本和时间就会增加，得不偿失。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7个问题哈，有的观众说，我肩膀疼，我有没有适合在家就能做的这样的安全锻炼啊？有，但是必须要遵循这个安全第一，无痛还是无痛为戒的原则。急性期钟摆运动
就是弯腰，健侧手扶着这个桌子啊，换侧手臂啊，自然下垂，就像那个咱们以前那个钟表一样，老式钟表一样，左右摆动，画圈也不能画整个圆啊，每个翻线就是10到15次。哦。然后就是毛巾操，就是双手背后啊抓这个毛巾的，就像两端，健侧手啊向上拉，带动换侧手啊向上移动，也是这个无痛范围内。缓解期啊，就是医生要常给这个病人说的爬墙，就是面对墙啊，手指往上爬，就像这个攀岩运动一样，这是就往上到一直到轻微的疼痛，然后保持几秒钟，这叫爬墙运动。然后还是那个肩胛骨这个后缩，就是扩肩运动，其实就是坐直向前向后向下挤压，感觉这个肩胛骨啊向中间这个靠拢。还是那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还是咱们一直强调了，每个动作都要在这个无痛或是轻微牵拉感的范围内进行。如果突然引起剧痛了，立马就要停止啊。那比如说哈，有的观众朋友们也问到了，说我在饮食上有没有吃什么能够对肩膀恢复有帮助呢？饮食是康复的一个后勤保障，虽然不是直接治病啊，但也至关重要。还3大营养重点吧，就是优质蛋白啊，它属于这个修复材料，就是基础。每天保证啊，1个鸡蛋1杯奶，2两瘦肉或者鱼。中老年人尤其需要啊，预防这个肌肉啊流失。还有吃一些还是一些抗炎的食物啊，消除这个炎症的一些症状。多吃啊三文鱼、坚果啊，富含这种脂肪酸的。还有要吃一些这种彩色的蔬菜水果。它是有抗氧化效果的。少吃这个油炸的、甜品，或者是大量的这个红肉啊。但是骨骼也需要营养啊，骨骼就是钙制品，什么牛奶啦、豆制品啦、这绿叶的菜啦。威力就是晒太阳啊，每天晒太阳15分钟，或吃一些蛋黄啦、肝脏啦。简单的口诀就是，每餐得有蛋白，顿顿得有蔬菜，油炸的甜食啊要少碰啊。